龙卷风不是只有沿海地区才有吗？很多人一直都这么认为。可这2天湖北突发的龙卷风打破了大家的固有认知，也搅乱了无数湖北人平静的生活。这场灾害带来的破坏让人揪心不已，整座城区就像被狠狠犁过一遍，现场场面惨烈不堪。有人直接被狂风从12楼吸走，摔在地上，也有不少重型大货车被掀得侧翻在地，其中最远的一辆被风足足吹出去了30多米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天灾面前，人类真的太渺小了。7月6日傍晚开始，湖北多地的天气就开始出现异常。鄂州在晚上6点多就乌云密布，气象台很快就发出了强对流天气的红色预警，提醒大家赶紧做好防备。可谁也没料到，短短1个小时之内，鄂城区直接刮起了破坏力极强的13级龙卷风，梁子湖区域出现了10级左右的狂风，瞬间风速接近40米每秒，破坏力超乎所有人想象。据网友们拍到的视频可以看到，黑乎乎的风柱连着地面和云层，狂风裹着暴雨横冲直撞，路边几十年的大树被直接拦腰吹断，路边的广告牌、电线杆歪的歪，倒的倒，很多老百姓家的房子遭了殃，屋顶被掀飞，墙面裂开，门窗碎得满地都是，好好的家一夜之间变得破败不堪。黄冈市的玲珑家园小区算是重灾点位之一，30岁的张先生就住在小区的12楼。事发时他在客厅活动，妻子则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在卧室里。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，狂风直接冲破了客厅的窗户，不是玻璃碎裂，是连窗框带整扇窗户硬生生被负压狂风给吸了出去。紧跟着客厅里的沙发、壁柜、餐桌这些大件家具根本固定不住，顺着风势全被卷出了楼外。人在那种风力面前真的毫无反抗力，张先生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直接被狂风从12楼的窗口吸了出去，重重摔在了楼下的绿化带里。大风停歇之后，同住一个小区的表哥给张先生打电话，连着拨了好几个都没人接，表哥心里发慌，赶紧跑上楼敲门，推开门的那一刻都懵了，客厅里空空荡荡的，家具家电几乎全没了。原本窗户的位置只剩一个大洞，风使劲地往屋里灌。张先生的妻子抱着孩子缩在卧室角落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。人没受伤，但完全不知道丈夫去了哪里。表哥立刻往楼下跑，打着手电筒在单元楼底下的绿化带里摸索，很快找到了昏迷的张先生。被发现的时候，人已经失去了意识，只剩一点微弱的呼吸，身上多处受伤。随后家属连夜将他送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，到7日下午人还在 ICU 救治，没脱离危险。说起来也算不幸中的万幸，张先生最终落在了绿化带的泥土里，要是摔在硬化路面上，后果根本不敢想。不只是玲珑家园，整个黄冈城区那晚都遭受了重创。截至7月7日上午，官方通报的数据显示，本次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，1人失联，黄州区累计5975人受灾，直接经济损失约4.5亿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灾情发生后，应急、消防、公安、城管、电力、供水等多个部门连夜联动集结，上千名救援人员全员在岗，通宵坚守在各个受灾点位开展抢险作业。黄冈宝塔大道的仓储片区受损最为严重，遍地都是坍塌的钢架和散落的建筑废墟，视线受阻，路况复杂。救援人员手持照明设备，在堆积的残骸中一寸寸排查，一点点搜索，不放过任何一处生命迹象，最终成功救出被困的市民杜仁华。人被救出后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社区，妥善安顿了他的住宿，保障他的基本生活。黄冈师范学院北门路段灾情同样严峻，近100棵大树被狂风拦腰折断，全部倒伏在主干道上，彻底阻断通行，各类车辆完全无法进出。城管工作人员接到指令后连夜赶赴现场，人工切割清理倒伏树干，同步调度挖掘机、吊车等重型设备进场作业，分段清理路面障碍物，连夜打通城市主干道，为救援车辆、抢修车辆开辟通行通道。
电力部门则抽调200名抢修人员，分成多组奔赴城区各个片区，冒雨攀爬电杆，排查线路故障，抢修受损设备。连夜作业过后，当晚21时，城区主干道率先恢复供电。21点25分，人流密集的学生街也重新亮起灯光。那一整晚，所有一线救援人员都处在高强度作业状态。来回奔跑，穿梭在各个受灾片区，攀爬废墟残骸，排查安全隐患，转移受灾群众，全程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直到天色渐渐泛白，灾情初步处置完毕，体力彻底透支的救援人员才靠着墙面躺在水泥地面上短暂休整。官方救援力量全力以赴的同时，当地普通民众的自发互助也让灾后现场多了很多温暖。7月7日凌晨4点，天色未亮，黄冈黄州学生街雷百龙包子铺的灯亮了。老板娘陈明心的3个露天摊位、棚子和餐车全被狂风掀翻。店里多名员工受了伤，但他顾不上心疼这些。得知抢修队奋战一夜，没合眼，也没吃上一口热饭，他从凌晨开始和员工们一起揉面、包馅、叠蒸笼，把第一批50份包子、豆浆送到抢修现场。更让人心头一热的是，陈明心还在店门口贴了一张手写的告示：环卫工人、电力抢修、警察、消防、城管，所有一线人员免费吃包子，不收钱。有熟人问他损失那么大还倒贴钱图啥，他却摆摆手道：财务都是小事，人平安最重要。我只会包包子，能让大家吃口热乎的，就是我最大的本事。风停了，饭是热的，生活在继续，生产还在进行。而几乎同一时间，另一场极端天气也在广西撕开了夜色。从7月5日开始，广西的降雨就彻底失控了。持续的暴雨冲刷之下，区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暴涨，足8条河流的10余个监测河段突破警戒水位，部分河段涨幅惊人，靠海的村镇更是雪上加霜，海水与江水双向倒灌，进一步加剧了积水灾情。就拿防城港防城区来说，鸭毛墩村、下三浪村、汉塘村一众村落受灾最重，村内积水最深，能达到1.1米，路面彻底被浑浊的积水覆盖，肉眼望去，整片村落白茫茫一片，低洼区域几乎完全泡在水里。很多村民反应不及，没来得及及时转移，只能被困在家中，一楼房屋全数被淹，日常出行、居家生活彻底陷入停滞。要说本次灾情最让人揪心的区域，或许还是南宁衡州市。持续的极端暴雨在当地诱发了大范围严重内涝，无数民房被积水层层围困。7月7日凌晨，当地一户3口之家就遭遇了惊险一幕，屋内积水不停上涨，水位一点点逼近屋顶，最后只剩10几厘米的空隙，一家人只能蜷缩在房屋最高处苦苦等待救援，硬生生被困了整整10个小时。这样惊险的场景，当时在衡州多个村镇同步上演，积水封堵道路，围困村落，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无法自主撤离，被困深水区域，处境格外危险。根据7月7日上午的官方统计数据，衡州市已有8万4千多名受灾群众，超5万人完成紧急转移安置，灾害也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失联的惨痛情况。灾情连夜爆发，救援连夜启动，广西各地迅速响应，消防、武警、应急、交通、城管等多个部门火速集结，大批救援人员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，争分夺秒开展抢险作业。钦州投入的救援力量规模极大，累计出动上万人次，工作人员分片驻守各个受灾乡镇，重点紧盯白鹤江沿线这类积水重灾区。救援队员带着冲锋舟、救生衣等全套装备，挨家挨户排查搜索被困人员，分片推进搜救转移工作，前后累计安全护送2万余名群众撤离至安全区域。防城港的救援现场同样紧张忙碌，救援人员不顾积水浑浊、深浅未知，一步步涉水深入受灾村落，在及腰的积水中缓慢摸索前进，逐户排查滞留村民。不少居家被困的群众都是靠着救援人员的细致搜寻才得以脱困，第一时间被转移到安置点避险。
柳州消防救援队伍更是连轴转，反复穿梭在积水片区开展转运工作，经历13次往返作业，终于将28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救出。当地武警官兵也彻夜驻守灾区，累计转移1300余名受灾群众，同时持续运送医护人员、饮用水、食品和消毒物资进场，稳稳保障一线救援和群众安置的基本需求。试问，谁能扛得住一整晚的高强度抢险？所有一线救援人员整夜奔走在各个受灾现场，涉水搜救、转移群众、运送物资、排查隐患，全程连片刻休息的空隙都没有。等到天色微微泛白，现场险情初步稳住，彻底累到脱力的救援人员只能靠着墙面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短暂休整，而缓过劲的人员则再次投入到了灾后清淤、隐患复查工作中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